果你也在寻找房车，如果你希望房车和露营结合，那么这集就不要错过啦！跟着我爬爬走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岛。我身后呢就是上海国家会展中心，今天要带大家去参观国际房车露营展。为什么要参加这个展呢？因为我们希望可以拓展我们的频道内容，让露营玩得更深入、更多元化，可以去到更多的地方。OK， 话不多说，那我们就去看看吧。小车4间右转回头路。刚刚下过雨喽，听说是有台风接近，不过雨后温度舒服凉爽，避开日晒参观也很不错。到啦，有这么多参展的厂商，是露天的展区，走进去先过个安检。进来就先看到上汽大通的展位，过去上汽大通很少参展，进去看看。这个深银蓝色机甲风造型看起来很不错。4驱越野性能，车额头有限高防撞提示器，可以去了解一下。门边就是一个2段伸缩的户外炉罩，工作台高度站着操作很轻松，旁边也有出水口，配色很漂亮，还有一个很大的带照明的储物舱。露营装备比较多，储物空间还是要考量进去的。有充电站的电源插口，门上附挂一个小垃圾桶，室内户外两用。走进去瞧瞧。有通道贯穿驾驶舱，内装是灰绿加白的配色，很年轻化。4人对坐，后面有一张双人重床，床边淋浴室洗手间，空间紧凑刚好，还有滚筒洗衣机，上面有换气扇可以排除异味及湿气。镜面吊柜能放置洗浴用品。浴室门边储物柜，大容量分离式冰箱。再过来就是室内厨台加活动工作台，带掀盖水槽、耳井龙头、排油烟机，下方嵌微波炉。是分离式空调，床上方有一排 L 型吊柜，后方重床的使用需要放倒前排椅子，床区座位都有开窗。前面还有双人空间的额头床区，上方还可以拉下投影布幕60寸投影，展会促销价46.79万人民币。还有很多不同车型，这款呢是有软身顶的，类似福斯 California 系列，内装比较商务感，身顶罩后有一个床区。这是另一款 B 型房车，后面有上下铺单人重床，空间布局2人出行还蛮理想的。B 型房车的高度、宽度尺寸，感觉驾驶起来没有 C 型房车那么巨大，有点负担。换一个展位，这是戴德房车，算是比较高价位的。现场这几部展示车都是双拓展的车型。有专人介绍接待提醒了我，露营车除了车，后面房的部分特别要关注水电保温这3个项目，也是影响价格的很大关键。储物舱很大，来看看内部。双拓展后，内部空间果然超大，宽敞的空间很有家的感觉，做工确实比较细致，保温性很好。经测试，在零下23度情况，车室内依然可以保持20多度温暖。这款是他们家的副牌，因为车台不是进口的，内装布局也很不错，大家看一看。现场有一款戴德双拓展，性价比很高的车，因为车台也不是进口的，车体外层玻璃钢改成铝板，内装饰布局跟前面的高端100万车款一样，但售价只有56万8人民币。大在那个高度，这里到这里88公分，坐在额头床上换一副不顶头的车很少很少。超大贯通储物舱可以放下2台自行车，双拓展这个价位确实诱人，可是预算还是超出了，再想想。接着看到的是越野豪华型房卡车，每一台看起来都像是巨兽，带大家进去看一下肌肉感十足的外形，拉高的排气管，越野过溪过河更容易。这台经典宾士越野房卡车，车头是相当霸气。顶端加挂置物箱，有侧梯可以爬上去，也可以站在车顶上瞭望。车身比较高，电动踏板是3阶，车后可以拖挂摩托车，上面及侧边也有加挂行李箱。沙色涂装是我喜欢的军风感。按开密码锁上车看看吧。
环形沙发区上面有一张升降床，门右侧是厨台工作区，有烤箱。驾驶座后方位置是浴室洗手间，里面有洗衣机。车是性能导向，内装空间紧凑精致，精简实用。这是驾驶室，要价300多万人民币，价格也是相当霸气，直接撞破预算的天花板。对面是其中一个露营展区，有大帐篷和天幕，其实好像没什么东西啊。接着看，走这两边还有其他厂牌的房车和拖挂露营车。这里有一台露营车有点特别，要价也要100多万。它的特别处在于客厅区可以拓展，同时还能全敞开，成为一个突出去的平台，增加一个空间，也让视野扩大，直接无阻碍的接触周围环境。这设计还真是挺特别的。Tiffany 的蓝搭配白也是很年轻时尚的风格。4人对坐，坐下来感受一下。想想旁边就是海洋湖泊，后床空间很大，床下是洗衣机，旁边是衣橱，另一边是浴室洗手间。上下2个独立式分隔冰箱，可以直接走进行驶舱。上面是一个可掀动的额头床，另一边是电视。看到爱旅途房车，听说性价比很高，参观一下。这是软身顶的，在市区通行应该会比较好。看看车内布局，厕所是半开放式的。再看看这一款41万人民币的，有后横置单人床，这个布局类似我在观察中的一部揽众房车自由炮的其中一款，可惜今天没有来参展，有机会看到会介绍给大家。这是另一个后双床款。前面的起居空间受影响，感觉窄小了。这款 B 型房车里面的吊柜都改用布装，也很特别，对车的负重应该是减少了很多。床铺折叠在驾驶室上方，也是有厕所的哦，你知道在哪里吗？这样可以打开使用的。浴室厕所也是用折叠方式。包括里边的话，下水池都是可以放下来。马桶的话，在这儿有个便携马桶，使用活动马桶。最后一站，我看到了龙翠房车，这是一个品质稳定的大厂牌。看看后双人横床款，这是一个5座的荷载，然后后面是一个固定的横床。这上面有为了不让起居空间看起来窄小，改成3人对坐，撤掉一个座位空间，果然有改善空间的问题。前面还有一个额头床，可以4人出行。洗手淋浴间的空间也够大。洗衣机是在进出门边，分离式空调。超大贯通式储藏，室外厨台也设置在这里。它的调料台是一个很细腻的活动设计，这样油烟就不容易跑进储藏室咯。这是荣翠的另一款，有独立隔离的厨房空间，这样可以真正实现在车上烹煮，油烟不影响其他环境。客厅区还有一张可掀下来的活动单人床，底下的座椅也可以调整成床。加上额头床可以睡下4个人，整体空间是相当舒服的。看完了露营车，再去看看户外露营展区。这个是甲壳熊的球形帐篷，空间很大，很适合办露营活动使用。有机会再深入了解一下。旁边这个是充气帐篷，有1房1厅。可能是因为下雨，有很多摊位都提早离场了。
只剩下这个水上动力冲浪板，听说非常刺激。还发现一位很酷的爷爷。往出口方向走，有看到一款平头露营车。这种款式的特色是空间巨大，价格更有优势。但是开车的感觉像在开大卡车，因为引擎在座位底下，声响较大。带大家看一下里面。空间确实大很多，也是可以考虑的方向之一。今天带大家看上海房车露营展，很多款的露营车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喜欢的车子？由于看展关系，不容易深入细节。如果你们喜欢看我的介绍，那我会带大家多参加展览会，或者针对单一车款深入的详细说明。日后说不定我们还可以开出露营车相关的创意小改造或小配件呢。对了，听说6、7月上海还有更盛大的户外露营展，到时候我再带大家去逛逛。那么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